清洁工突然发现，女孩正在为一场面向全国的演出挑选合适的舞伴，在场的男人们个个身娇体弱，根本做不了托举的动作。一番面试下来，他们全都被 out 了，女孩不由得绝望了。可就在这时，清洁工自告奋勇。女孩忍不住露出嫌弃的眼神，一个扫大街的怎么可能会跳舞？清洁工没有生气，可他刚要离开，女孩突然很想试试。Catch me. No. I'll be there. 就这样，清洁工成了女孩的舞伴，还即将登上全国瞩目的舞台。可就在几天前，泰勒还是这个国家最底层的混混。他住在一个整天警笛声不断的贫民区，没事就和大黑偷车鬼混。而他之所以能混进富人区当清洁工，竟是因为一场犯罪。那天他和大黑路过一家艺术学校，因为得知里面的学生非富即贵，泰勒顿生仇富之心，故意砸烂了学校的窗户，又和兄弟俩溜到里面打碎各种雕像。可就在他们把舞台拆得一片狼藉时，保安出现了，见大黑难以脱身，泰勒赶紧撞翻保安，还很讲义气的让他先跑，可自己却因此被送上了法庭。考虑泰勒还年轻，法官罚他去艺术学校做2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对待这个结果，泰勒一脸无所谓。可他没想到，这竟成为他改变一生的契机。第二天，泰勒如约来到艺术学校，这里处处透露着高雅和贵气，他忍不住羡慕，却又感觉无所适从。这显然是他高攀不起的世界。而校长也确实不喜欢这个玩世不恭的混混，他把泰勒分给保洁大叔，要求他每天一放学就来打扫卫生。泰勒满脸写着开心。可几分钟后，他偶然路过练舞室，一眼瞥见了人群中的诺拉。诺拉富有生命力的舞姿瞬间击中了他的心。他等到下课，刚想上去和诺拉搭讪，却失望地发现对方已经有男朋友了。然而不久后，大黑来接泰勒下班，泰勒嘲讽地模仿起这里的学生跳芭蕾有多做作，而他随意舞动的样子恰好被诺拉看见。他忍不住躲在窗边偷看，却不知道自己早已被发现。为了吸引诺拉的注意，泰勒故意大秀绝招，展示自己非凡的舞姿，就这样给诺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快，泰勒就等到了接近诺拉的机会。原来诺拉最近正在为毕业演出做准备，可这天舞伴摔伤了脚踝，她必须重找舞伴陪她排练。她央求男朋友帮忙，可对方忙着做自己的专辑，敷衍地拒绝了她。这番话恰好被泰勒听见。等到诺拉招聘舞伴的当天，他便故意到舞室旁观，可前来应聘的男人们全都令人失望。然而泰勒却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不仅证明了自己身强体壮，还惹得诺拉脸红心跳。随后诺拉找到校长，说服他让泰勒当自己的舞伴。尽管校长对泰勒并不信任，却还是拗不过诺拉，只能同意。临走前，诺拉嘱咐泰勒，明天别忘了带紧身裤来排舞。然而两人的第一次排练并不顺利，泰勒依旧穿着松松垮垮的脱裆裤，诺拉给他示范动作，可跳惯了街舞的泰勒根本跳不来如此柔和的舞蹈，他动作笨拙的像是人类第一次驯服四肢。好巧不巧，诺拉的男友正好在这时来探班，他火上浇油嘲笑了几句，泰勒瞬间被激怒，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他差点对男友大打出手。两人的第一次排练以失败告终。诺拉本想把泰勒换掉，可妈妈提醒她，如果毕业演出时诺拉没有被舞蹈公司看上，那就必须放弃舞蹈梦，乖乖回去上大学。诺拉心知演出是自己唯一的机会，只好耐着性子和泰勒磨合。可他们一个是底层混混，一个是富家千金，巨大的人生差距让他们很难和谐相处。诺拉精心设计的芭蕾动作被泰勒吐槽呆板无聊，而泰勒在跳舞时也总是习惯用随性的街舞去表达。但或许是出于对舞蹈的热爱，又或许是两人风格的互补，几次排练过后，泰勒跳起芭蕾竟渐渐有了几分优雅，而诺拉也时常被他笨拙的模样逗笑。可就在两人配合得越来越默契时，泰勒再次按耐不住骨子里的不安分，他跑去和大黑鬼混，还准备偷辆车卖钱。可这次弟弟跃跃欲试，想体验一把偷车的刺激，大黑不仅没阻止，还鼓励弟弟要勇敢一点。果然弟弟刚准备动手，警报就响了，他吓疯了，拔腿就跑。大黑和泰勒却笑得直不起腰，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恶作剧。可此时泰勒并不知道，这种玩笑人生的心态迟早会让他们付出代价。这天直到很晚，泰勒才赶到学校，可舞室早被别的学生占用了。诺拉等了很久，可泰勒只是轻飘飘说了句道歉。见他态度如此轻视，诺拉忍不住发了脾气。可他没想到，第二天泰勒依然没来练舞。他走出校门才发现，泰勒竟在若无其事地打扫卫生。诺拉气炸了，质问他为什么放鸽子，可泰勒却说他不干了。他一脸摆烂的样子让诺拉无比失望。这天过后，泰
泰勒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可这天他和大黑看球赛，大黑吐槽球员球技烂，泰勒知道大黑球技一向很好，便鼓励他应该去参加校队，这样才有机会圆梦。可大黑很不屑，他们这种人谈什么梦想？ So you are trying to do nothing? You quit everything you start and you know it. 泰勒突然清醒了，大黑说的何尝不是真的？他总是虚度人生，从不把任何事当真。可这一次他不想就这么放弃，他重新找到诺拉，郑重地向他道歉。可诺拉怎么也不肯再相信他。泰勒慌了，他赶紧发誓说，只要诺拉再给他一次机会，他愿意做任何事。 Anything?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诺拉的惩罚竟然是让他去上芭蕾课。得知男朋友为了和经纪公司签约，竟甩掉了一直帮她作曲的朋友，还谎称作品都是她独自完成的。可男友却理直气壮，说想成功就要豁得出去。这低劣的人品令诺拉作呕，两人的感情也走到了终点。这样一来，泰勒终于等到了机会。这晚他去参加学校的派对，还主动邀请诺拉跳舞。尽管刚开始跟不上动作，可很快他就融入其中。两人的距离近在咫尺，舞动的身姿看起来也格外相美。跳完舞后，诺拉提议去河边走走，夜晚的月光显得格外温柔，而他们也早被彼此深深吸引。在诺拉身边，泰勒第一次敞开心扉。Y'all know exactly what you want. It's for me, it's just better not to want anything. The way if it goes away or doesn't happen, you know, it just doesn't matter. 诺拉这才明白，原来泰勒一直以来只是用漫不经心来掩盖内心的脆弱，因为害怕失去，所以他总是避免开始。可这次看着诺拉的眼睛，泰勒终于想为内心的渴望争取一回。从这天之后，两人陷入了热恋，他们如胶似漆泡在练舞室里。在泰勒的影响下，诺拉跳起舞来也更加松弛。可好景不长，这天大黑来学校找泰勒，他惊讶地发现，原来泰勒这段时间总放他鸽子，竟是因为忙着和富家子弟跳舞。他很生气，觉得泰勒是为了和有钱人沾边，才背叛了他们的友谊。这便是身处泥潭的可怕，所有的偏见都来自视野和认知的局限。两人就这样闹掰了。可更让泰勒没想到的是，诺拉之前的舞伴也在这天突然出现。他已经康复了，准备归队和诺拉继续排练。诺拉很为难，他说自己会想办法解决这事。可泰勒突然感觉自己很多余，心头更是涌起一股强烈的自卑。或许从一开始，他就不属于这个高高在上的世界。泰勒满心沮丧地离开了，而他和诺拉的感情也戛然而止。从这之后，诺拉打过很多电话，却始终没有人接。可泰勒并不知道，那个重新归队的舞伴因为无法适应他设计的动作再次退出。诺拉彻底绝望了。可就在他决定要就此放弃，乖乖回去上大学时，妈妈出现了。她说她永远记得诺拉第一次跳舞时脸上那开心的表情。 I never expected that dancing would still bring you such joy after all these years. Seeing you up there on the stage, so happy. It used to make me happy. I guess I forgot about that. Mom, it's okay. I am so excited to see you dance in your showcase. 诺拉终于振作起来，她开始整天泡在舞室，为这最后一场演出而倾尽全力。可与此同时，泰勒却回到了从前堕落的生活，他宁愿麻木，也不肯再忍受梦想破灭的痛苦。这天，他和大黑去泡夜店，
却把弟弟一人留在家里。不久后，弟弟不甘寂寞，独自溜出家门，却在街上偶遇了本区的黑帮大佬。注意到大佬正在打电话，弟弟想向两个哥哥证明自己的能力，趁其不备溜上了豪车，一脚油门把车开走。几分钟后，两人突然听到弟弟在门外叫喊，他得意洋洋炫耀自己偷来了大佬的车。泰勒慌了，大黑也赶紧喊弟弟下车，可两人还没来得及出门，就听街上传来了几声枪响。他们冲出门，可弟弟早已没了气息，那些射向弟弟的子弹也同样正中他们的眉心。可要用死亡来教会人成长，实在是太过惨痛的代价。大黑终于清醒了。You stupid. All the partying, stealing cars, messing around. You don't think I know that's a bunch of bull? Mac, we're doing the best we can.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You really think this is the best we can be? I want to be better. I want to do better. 这一刻，泰勒决定不再堕落。这世间万般皆苦，唯有自救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让大黑陪他去一个地方。原来今晚是艺术学校的毕业演出，各个舞蹈公司的高管都来了。诺拉正准备上台，泰勒就出现了。他向诺拉道歉，不该就那样抛下他走掉。You said if I want something, I gotta fight for it, right? Well, that's what I'm doing. I'm here and I'm fighting for something that's real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可诺拉还是拒绝了。但眼看着泰勒走远，他心软了。Tyler. Do you remember the steps? Couldn't forget him even if I wanted to. 片刻后，大幕拉开，伴随着鼓点强劲的音乐，诺拉出场了。在这场独属于他们的舞台上，诺拉和泰勒的表演让梦想第一次有了轮廓。这部电影叫《舞出我人生》，结尾这段舞蹈每看一遍我都会热泪盈眶。它让人看见热血与梦想，更让人看见身处困境不愿屈服的意志。艺术没有高低之分，而灵魂同样不该被369等定义。演出过后，诺拉得到了想要的机会，泰勒也获得了入学的资格。电影虽然结束了，但希望泰勒的转变能给你一点激励。有句话说，抓住幸福比忍受痛苦更需要勇气，追求梦想也一样，堕落从来都是容易的，可只要多那么一点点勇气，抓住一次向上的机会，灵魂将不再囿于泥潭，人生也真的走向旷野。